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玩家社群反馈终于回来啦！这个系列我们已经等了很久，最后一次制作是在6月的时候，然后中间有各种的线下活动，也有一些问答之类的，就变成说跳过了几个月，现在直接发布9月的。那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这一次有什么反馈。第一个反馈是我之前从来没有看过的问题，就是说希望官方能够提供一个声誉系统，允许其他 KVK 的王国对他们自己的经验提供反馈。那这里以我个人理解，就是让一些王国去体验了那些新的地图，或者是一些你们没有参加过的地图，给出一些想法。比方说你们报名了强攻劲弩，那其他的王国要报名这张地图又不确定到底好不好玩，就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查看以前一些玩家的记录，有什么好的评价、坏的评价、优点、缺点，都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查看。那当然这个是我单方面想到的东西啊，因为我也不确定他这里所谓的提供反馈是什么东西。策划那边的答复是说他们目前正在内部开发这个项目，所以或许在未来真的可以实现到我们可以查看以前一些玩家的记录，针对于这个地图这个剧本的评价。我认为这个更新是可以接受的。再来第二个反馈，这个反馈是提到文物结晶跟展位结晶的，就有说到可以让玩家更容易的去获得这些硬币吗？因为从每日任务只能获得40个而已，但是有一些统帅要解锁的话需要2200个，这个是不平衡的。不过这个东西在最近的更新中已经解决了，这边官方的回答是新的博物馆内容已经发布了，他们还有举办一些活动之类的，可以通过这些活动获得更多的展位结晶跟文物结晶。那他这个反馈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官方解决了，所以他就特意选择这个问题来凑数，有时候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我个人是觉得说没有必要去特意选择这个问题来回答，反正都已经解决了。不过虽然获得的方法多了，但是我自己也不能确定你们到底够不够用，因为我自己本人是没有什么用到博物馆的统帅，或许对于一些新玩家来说还是不够用了。第三个反馈，希望官方能够让玩家在 KVK 结束之后恢复一些加速资源，还有行动力药水，以及部队的返还。其实部队返还已经有英灵殿了，我觉得这个应该不会增加，这样能够帮助更多的无氪玩家，并且鼓励更加积极的去参与 KVK。 由于现在体力药水很难获得，希望官方能够考虑在 KVK 活动的期间允许我们用四盟之书或者是抵抗之剑来换取更多的体力药水。那我相信大多数玩家看到他这里的建议都是希望能够实现了，但以官方的角度来讲呢是比较困难一点，因为他这里的要求有一点多，又要加速资源，又要体力药水还希望我们可以用一些不要用到的东西去转换成体力药水，这个我觉得不太可能会实现。那下面策划的回答是他们也是发现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他们不会完全照这个玩家的意思去实行，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会考虑这个项目，但是会做一些改动之类的。当然对这个问题他们会做进一步的讨论，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设计方案。那老实说现在我们英灵殿有 50% 的兵力返回，我觉得是已经可以接受了，再加上现在玩家战争的时间也没有这么久，其实加速资源消耗量不会太多，我个人而言是足够使用的，当然他们肯送的话是最好啦。第四个反馈，希望可以增加更多的方法去获得洗炼重置石。我们获得专属铭文的难度已经很高，很有挑战性了，然而我们现在在 KVK 中只能获得2个洗炼重置石而已，这样会影响到他们使用传说铭文。那老实说他这个反馈也算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你获得更多的洗炼重置石，同样的道理大哥也是会获得更多的洗炼重置石，会不会有可能可以让一些大哥更快的把自己的专属铭文洗得更漂亮出来呢？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双面刃来的，大家都可以获得好处。但假设说要获得重置洗炼石的方法可能是通过一些击杀，或者是要完成一些任务才可以拿到，然而那些大佬比较容易完成的话，其实他们获得重置洗炼石的数量会比较多一点，可能会加快拉开跟一般玩家的差距。策划答复他们目前是已经有在计划了，并且也会重新的去评估分配，考虑未来要增加更多的方法去获得这些东西。那你们觉得要不要增加更多的方法去获得洗炼重置石呢？第五个反馈，希望在埃及之战练习赛中我们不需要用到治疗加速。那官方这边的回答是，如果你们不想要用到治疗加速的话，其实可以选择平衡模式，这样就不需要去治疗部队了。OK， 第6个反馈有一点点长啊，各位请耐心看。
他希望可以重新设计领袖统帅，并且推出新的统帅。下面是他所列出来要更改的地方，取消3个兵种的争议。这个玩家认为说，领袖统帅的技能设计可以设计成全部兵种有提升，就是讲部队提升攻击力，部队提升防御力这样子，就有点类似像领袖统帅的装备那样，全部兵种都有争议，而不是限制在3个兵种以上。这样改动可以让领袖统帅使用起来更加有灵活性，也可以改善游戏体验。其实这一点我是认同他的想法。老实说，是真的没有多少玩家使用领袖统帅在野外战斗的时候是携带3个兵种的，我相信没有多少个。间接性也就等于说，领袖统帅所谓的3个兵种争议呢，大概率是没有办法使用到的。接着他还希望可以改造天赋树，希望更新领袖统帅的天赋树，但他这边没有详细的说到他的天赋树应该要往哪个方向去发展。 OK， 你要改领袖的天赋，这样你要增加什么东西进去，他这里只是说改动而已。再来就是引入新的领袖统帅，希望能够根据他这里所反馈的想法推出新的领袖统帅，并且是设计在野外战斗的领袖统帅，为玩家提供全新的策略还有选择。策划答复他们将会考虑引入新的野战领袖统帅，在设计统帅的时候，他们也会考虑这里给出的一些建议。但其实策划在之前有讲过，之后的领袖统帅设计方案呢，都会往住房去设计。但今天我们看到他们的回答是说野战统帅那边去发展，这样会不会有可能真的之后我们领袖统帅是可以全兵种争议呢？假设真的不再限制3个兵种以上才会有争议的话，这样我会愿意去选择领袖统帅。但也是会发生一件事情啊，就是当你的领袖统帅可以全兵种提升的时候，也就变成说它的争议数值可能会比较低一点，只能说有利也有弊。那么各位觉得官方应该要推出野战的领袖统帅吗？第7个反馈，希望官方能够添加移民令在回归商店，可以帮助那些回坑的玩家移民到其他的王国。那策划这里是说已经收到了他的反馈，他们会做内部讨论。那么如果你还在玩这个游戏的话，基本上这个反馈对你没有什么太大的用途啦。第8个也是最后一个反馈，这位玩家希望当我们的队伍之中有同样兵种的部队时，在点点模式的情况下可以用颜色来区分。他认为这个模式是必须要的，因为在使用低画质的时候，统帅的标志是不可见的，也就是说统帅的头像我们是看不到的。所以他给出的建议就比方说，第1个队伍是蓝色，第2个队伍是红色，第3个队伍是橙色，这样可以改善队伍的管理。但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如果是7个队伍的话，是不是我们的队伍全部都变成彩虹？我觉得可能会变得比较乱耶。策划答复他们也是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目前正在找寻解决的方案。不过最终的解决方案可能会跟这位玩家所提议的想法会有一些不同。那我是觉得说这个问题确实是存在，尤其是我使用5个全部骑兵的队伍我知道我的骑兵队伍被打了，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一个骑兵队伍被打。如果可以以颜色或者是数字来区分的话，我觉得是不错的。那当然我的想法其实跟策划差不多啦，我觉得我也是不会使用他给的建议，因为颜色太多真的会弄到我很乱。又或者在座的各位有什么其他的解决方案呢？更好的解决方案。以上就是9月的玩家社群反馈内容。虽然有一些问题是答非所问，或者是已经回复过了，但有一些问题确实是问得不错。就比方说领袖统帅的问题啊，点点模式的问题，还有第1个问题 KVK 反馈的部分，我都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各位在看了之后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